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新。我们这个视频呢，将教大家使用我们的这个新开发的插件 Pixelsworld。所以关于我们的插件的详细信息的话呢，大家可以通过点击 About 按钮来进行查询。我们所有关于 Pixelsworld 的详细信息都会记录在这个窗口里。如果你看完了的话呢，点击上面的图片就可以退出这个窗口。然后首先的话呢，我们来依次看这几个按钮都是干嘛的。首先是这个 World Rule， 点击这个 Edit。它会弹出一个窗口。我们 Pixelsworld 它是根据代码来渲染图片的，所以我们需要把所有的代码呢写在这个窗口里，来让 Pixelsworld 进行渲染。大家在拿到插件后呢，我们不推荐大家一开始去理解如何书写代码，大家可以简单的通过点击右边的这个预设来看一下 Pixelsworld 它的能力范畴。比如说我们可以选择这个 Flame Powerful 强力的火焰，把它 replace 到左边。我们就会得到这个预设代码，然后点击 OK， 它就会渲染出一个漂亮的火焰给我们。我们可以稍微渲染一下，看一下。然后我们下一个按钮的话呢是 Debug 它的话呢会弹出一个窗口。当我们书写的代码不符合语言规范，或者你想往外输出一些报错信息的话呢，它都会把信息显示在这个窗口里。比如说我们把这个 main 后面的这个大括号一不小心漏打了，点击 OK， 它会告诉你你输入的语言中是有错误的，并且会详细的告诉你它是哪几步发生了错误。当我们把这个大括号给补回的话呢，它就会继续正常渲染，然后不会继续报错了。这就是我们的 debug 功能。然后下一个的话呢是 language， 是语言设定。语言设定的话呢，我默认是用 GLSL 渲染的，这个是 GPU 渲染。然后下一个的话呢，是用 shadertoy.com 这个平台的代码进行渲染。最后呢是 Lua 语言进行渲染。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我们平时大部分用的呢是这个第一个 GLSL 渲染和这个 shadertoy.com 渲染。如果你有一些特殊需求，比如说你想跟外面进行一些通讯的话呢，你可以用这个 Lua 语言进行渲染。如果你只想要图片渲染结果，不想对外面进行通信的话呢，我们强力推荐大家使用前面两个模式进行渲染。第一个的话呢，就是我们默认常规的 Pixelsworld 渲染模式，大家只要查看我们的文档，就可以慢慢的去写我们的 shader 代码。它呢跟市面上流行的大部分的 GLSL 语言代码没有任何区别，只是加了几个变量，加了几个全局函数，方便大家使用。那么我们这里着重看一下第二个 shadertoy.com。shadertoy.com 的话呢，它是支持从我们这个 shadertoy 这个网站上截取的代码。比如说大家可以打开你的浏览器，然后在上面打 shadertoy.com， 就会出来这个页面。然后呢，你可以选择一个感兴趣的效果，比如说我的话呢，我选择了这样的一个海洋的效果吧。这个海洋的效果我们可以预览一下，它根据时间运动的时候呢，它的海洋也会有一些动画效果在里面。我们把右边这里的所有代码先给它复制下来，然后呢，确认你这里的语言是调到 shadertoy.com 这个模式下的，然后点击 Edit， 把刚刚复制的代码粘贴在这个文本编辑框里，点击 OK， 我们的海洋效果就会出来了。你会发现这个镜头是一直朝下的。我们刚刚的这个 shadertoy 的代码呢，它是跟鼠标有一个交互的。当我们点击鼠标的时候呢，它会环顾四周。我们 Pixelsworld 默认的鼠标的控制器呢，是大家打开这个 parameters 里面有一个 points， 它的第一个呢就是控制我们的鼠标信息的。我们把它稍微的往上抬一下，这样的话呢就会出来我们的海洋效果。当然了，你甚至可以给它开一个动画，比如说我想让它在这里是朝向前的，然后一开始是朝向下的话呢，可以这么做，然后预览一下我们的动画。那么接下来的话呢，其实有些代码我们是不能直接复制过来用的，比如说这样的一个效果，它是一个水墨的一种感觉。当我们想复制右边的代码拿来用的时候呢，当我们把这个 point 先给它 reset 一下，我们打开 Edit， 然后粘贴我们的刚刚的代码。大家会发现我们屏幕上什么都没有。如果你打开这个 debug 信息的话呢，里面也没有任何错误，说明我们的代码是正常运行的。
这个是因为我们这里的水墨效果呢，它是用了额外的通道的，这里的 iChannel 0，比如说在源代码中的这里会出现这个 iChannel 0，iChannel 0的话呢，它会索取我们下面用户添加的一个图层，来读取这个图层的颜色信息，进而进行渲染出这样的一个效果。所以我们怎么给它添加 iChannel 0呢？我们在 Pixelworld 中呢，iChannel 0、iChannel 1、2、3呢，它是默认的帮你设定成这里的 Layer 0、1、2、3了。那说明它现在的这个 Pixelworld 内部的代码呢，会识别成我们的 Load Layer 0。那么我们先给这个合成呢加一个图层，在上面。然后因为我们原来的这个特效的话呢，它是在这里加了一个噪波的，我们就在这里添加一个噪波，添加一个 Noise。并且把这个噪波给它拉满，同时呢，我们让我们的 Pixelworld 去索取刚刚加了噪波的这一层，并且让它为特效之后的图层。这样的话呢，我们的效果就会出来。当然，大家不难发现我们的效果有些暗。同时呢，因为我们的这个噪波是无时不刻都在发生运动的，但是我们原来这里的这个图层的话呢，它是固态的噪波，所以呢，我们需要把它预合成一下。把所有的特效都移到图层里面，点击 OK， 然后呢，给它来一个时间重映射 ，Ctrl+Alt 加 T， 把它的时间固定在一个点上。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样的话呢，我们得到这个水墨效果呢，就是一个静态的。只不过呢，大家会发现这里的效果呢，跟我们这里的效果会有明显的不同。我们这里的效果非常的明亮，颜色非常的丰富，但是我们这里呢，只有暗淡的一个颜色啊，这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噪波呢，它的对比度不够高，我们给它加入一个 Levels， 给它调一下对比度，让它更加鲜艳一些。这样的话呢，刚刚 Shader 退上的这个效果呢，就会出现在我们的屏幕上。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如果当我们在写普通的 GLSL 渲染的时候，也想调用下面的参数的时候怎么办呢？其实很简单，比如说我们把这个 GLSL 的这个代码呢改回 VEX4。VEX4 的话呢，它是代表 RGBA 4个通道。VEX4 呢，它是一个4维的向量，它呢会把计算结果给我们的 OutColor， 也就是 RGBA 这样4个通道。第一个维度呢代表 R， 第二个维度代表 G， 以此类推。比如说我们给它1:0:0:1的话呢，它应该会返回我们一个红色画布。最后这里 α1 呢是为了让这个画布不能变成半透明的，这样的话我们的红色画布就生成了。如果我们想调用我们的 slider 的话呢，其实很简单，只要写入这个 slider， 然后中括号0即可。点击 OK， 这样的话，我们 Slider 0呢就可以控制我们画布的绿色通道。那其中比较特殊的呢是这个 Layers， 我们想导入这个图层的颜色的话呢，我们可以让它去索取我们刚刚的层，让它索取我们刚刚的这个 Comp 2，然后呢，在我们这里写入 OutColor 等于 GetColor， 然后图层标号的话呢是0，然后把 UV 信息填进去。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下面的图层它的颜色信息就导入到我们的 Pixelworld 之中了。那么这里的话呢，我们再介绍一下 Lua 渲染模式的使用方法。我们把它切换到 Lua 渲染模式。默认的话呢 ，Lua 是对我们的输入层什么都不做的，所以我们会得到一个透明的图层。当然，你需要把之前遗留的 GLSL 代码给删掉，并且打开 Debug 窗口，来实时的观测我们的错误信息。首先呢，我们先介绍一个比较实用的函数呢，就是 pw.intoOut， 它会把这个输入层的像素原封不动的转到输出层。这样的话呢，大家就可以专心的关注我们的功能实现，就不用去担心我们的渲染细节了。如果你想使用我们的 Debug 窗口返回一些信息的话呢，就用 pw.report。它的话，比如说我们在里面打入 Hello Pixelworld。那么它会在每一帧渲染的时候呢，都会返回这个 Hello Pixelworld。如果你想返回我们这里的 parameters 的 slider 0的话呢，你可以在这里写 pw.channel.ch， 然后括号括回，然后第一个位置呢写我们的 slider， 我们想调取 slider 通道它的第零个 slider 它的这个数值，把它写在这里，它就会返回1点。
0.0。当把它拉动的时候呢，它就会返回不停的更新我们的这个数值，并且 debug 到我们的这个窗口中。那么除此之外的话呢，你还可以返回 layer。比如说我们这里选择这样的一个图层，我们 load 图层0，然后选择我们刚刚的这个 logo 的动画。我们想获取这个 logo 动画中的某个颜色信息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在这里写，就可以在这里还是利用我们的这个 PW 信息，然后用 channel。这次的话呢，用 layer 这个标识。然后呢，我们想获取第0个 layer， 然后想获取坐标分别是500逗号500位置上的像素，并且呢，它的返回值呢会有4个。我们新建4个变量 r 逗号 g 逗号 b 逗号 a 分别等于这4个返回值，并且呢，我们 pw 点 report 给它4个变量输出到我们的控制台上 r， 然后给它一个空格，然后再链接一个 g， 再链接一个这个点点呢是把字符串链接到一块的意思，然后再点点 rgb， 然后再点点空格，然后点点 rgba。 我们来看一下，它就会返回00000，因为我们的这个图层的话呢是640乘320啊，640乘以360的，所以500乘500这个位置呢超过了我们的这个图层限制，我们就给它500逗号250，这样给它一半吧。这样的话它就会返回我们的颜色信息了。如果你想返回当前层的颜色信息的话呢，大家可以使用 get color， 比如说这个 get color。这里的话呢，只要输入 xy 就可以了。x 的话呢是50逗号50，因为我们的图层什么都没有，应该会返回一个黑色像素。get color 它不能当做全局变量来调用，所以我们给它一个 pw 点 get color。这样的话呢，它会返回 argb。大家注意啊，这里的 a 呢是在最前面的，就是纯黑色的一个像素。如果你想来这个设置颜色的话，你可以用这个 set color pw 点 set color， 然后 pw 点 set color 想让50逗号50的这个位置的颜色呢变成 a 是1，然后变成一个纯白色的像素吧，给它4个1。大家在这里呢就会出现一个白色像素，这里就会出现白色像素。你想把它设成红色的话呢，你就可以把它改成，把后面2个头脑改成0，这样的话它就是一个红色像素。当然你也可以用一些这个 for 循环来渲染你自己的图形，比如说你想渲染一个圆，你就可以用 for 循环去算一下这个圆的具体参数信息，这些都是可以做到的。当然如果你想用 pw 来执行这个 JavaScript 指令的话呢，你可以用 pw 点 gs 括回，然后里面打一个2个冒号，然后里面打入 alert， 然后括回，然后里面打入 hello pixels world。 当你点击这个 OK 的话我们还要打一个分号在后面。当你点击 OK 的话呢，它就会返回这个 hello pixels world。 在此之后呢，我们把这个给删掉。如果你想执行一些 cmd 指令的话呢，就用 pw 点 cmd， 然后用这个 echo hello pixels world， 并且让它暂停 pause。 这样的话呢，它会弹出一个 cmd 窗口，然后给你显示 hello pixels world 这样的一个信息。点空格它会消失。当你再渲染一帧的话呢，它还会出现这样的信息。如果你不输入后面的 pause 指令的话呢，它这个 cmd 窗口会闪现，它就是闪一下就没了，这样就闪一下就没了。如果你是 Mac 端用户的话呢，你的这个 AE 是永远不会弹出一个 cmd 窗口的，所以呢，尽量不要在 cmd 窗口中使用 pause 指令。如果在 Mac 端的话呢，是 read， 一定不要使用 read 指令，因为这会导致你的这个线程永远的卡住，它永远不会继续渲染，它会等待你的窗口输入。但是因为 Mac 端是不会跳出任何窗口的，所以说大家就最好是不要用这个 pause 指令或者 read 指令。那么其他的信息的话呢，比如说如果你想导入外部库的话呢，大家可以打开你的这个
AE，然后进入你的这个 plugins， 然后 Mirai 这个文件夹里面。我们在这个安装包中呢，给各位用户提供了一个叫 test.lua 的这样的一个库啊，大家可以点进去，里面就是实现了一个简单的一个库的一个全过程啊。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里面就是往外输出一句话，咱们来看一下它能不能真正的起作用。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模块呢叫 test.lua， 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呢就可以写入这个 local my module， 它的话就等于 require 可以写 test，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有没有报错。我们重启一下 debug window， 它报错了。当然我们这个 test 要把它做成一个 string 才可以，它没有报错，那么就说明我们这个成功了。那我们来试一下 my module 点 test 来激活它的这个 test 函数，它就会显示这个 hello Pixelzilla，this is the test module， 也就是对应的我们这里的这个 test 模块里面。我们 test 模块呢是激活了这个 alert 函数，然后它的话呢是显示 Hello Pixelzilla，this is the test module。于是呢，我们就成功的调用了我们的库。那么大家可以把自己的库呢写好放在这里，然后自己去 require 就可以了。它不仅支持 Lua 库，它还支持 C 语言库。大家又知道呢 ，C 语言是几乎什么都能做的，所以说你可以把你自己想要的一些功能做成一个函数，并让这个 Pixelzilla 调用它们，都是可以做到的。并且呢，希望大家还能注意到我们 Pixelzilla 它甚至还能读取我们图层的像素，也就是说我们图层的像素呢是跟外界是可以做任何交互的。那么以上就是关于 Pixelzilla 的简单的教程。如果大家想看更多详细的技术细节的话呢，大家可以来这个 Mirai.tech， 然后里面找 Product List， 然后找 Pixelzilla， 然后点击下面的这个图片，这边会有所有关于我们 Pixelzilla 的记录。我们会把它归好类，比如说这里 GISL code， 然后 shader.com code 需要注意的问题，以及它们所有的参数都写在这里，大家可以过来看。并且呢，我们会附带大量的测试代码，大家可以直接把它 copy 过来，然后来我们 AE 里面去直接的调用它们，那么它就会成功的输出。同时呢，我们这个 Lua 所有的这个样例呢，它是收录在我们的这个 Lua Tutorials 里面的。你除了可以复制这些代码之外呢，你还可以找到它对应的章节。比如说它的章节呢是 2.3.6.3， 那么它就对应的 2.3.6.3 这个，然后把它 replace 到左边就可以了，那么它就会实现对应的功能。希望大家积极的去查阅我们提供的技术文档，来获取更多有用的帮助信息。今天的教程就到这儿，感谢大家收看和购买。我们会不断的往 Pixelzilla 加入一些新的有趣、好玩、实用的功能，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们 Pixelzilla 的开发。再见。